所谓同盟，必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当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法国也好，欧盟也好，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跟班。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马克龙率豪华阵容访华，冯德莱恩同期访华，释放什么信号？从5个月前开始就引人注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访华之旅，终于在4月5日成行了。也在同一天，按照计划，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随后抵达北京进行正式访问。现在我们先来注意3个问题。第一个，马克龙与冯德莱恩的访华时间都是5日至7日，日子完全重叠，这是出于什么考虑？第二个，他们这是在俄乌战争进入最激烈阶段，是在美国施压欧盟与中国脱钩的大背景下，并且是在据匈牙利总理欧尔班透露，欧盟计划讨论出兵乌克兰的情况下访华。第三个，这2人访华的日子与美国众议长麦卡锡在美国会见蔡英文的时间重叠，这是巧合吗？请各位带着这3个问题往下看。这2人，一位是欧洲大国元首，一位是欧盟主要机构的领导人，同时开启中国之行，在中欧关系交往史上打破了惯例。外界比较一致的分析是，这样的举动不仅凸显对中国的重视，也是他们想以此表达希望体现欧盟外交的一致性，展现统一的欧盟形象和立场。去年11月初，德国总理朔尔茨准备访华，法国总统马克龙请求与朔尔茨一同访华，但不知何故，最后还是朔尔茨单独来了。马克龙随后多次说希望在明年内访华。有趣的是，这一次访华前，马克龙公开对媒体说，他将邀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一道访华。这个马克龙还真是特别，为何非要邀请别人陪着他一道访华呢？或许这是他的想法之一，以此显示法国绝不是孤家寡人。去年想和德国总理朔尔茨一道访华，是为了显示法德2国是铁杆关系，立场一致。这一次马克龙邀请冯德莱恩一道访华，那就是想显示法国是欧盟的主导国家，欧盟与法国是一致的立场。按照计划，冯德莱恩也是4月5日抵达北京，但马克龙先行一步，这背后的安排又是什么意思呢？看来马克龙还是想显示自己更优先的地位。的确，根据中国外交部的通报，马克龙访华是因中国国家主席邀请，而冯德莱恩访华是经中欧双方商定，这显然是不一样的访问背景。由此也可以证实，冯德莱恩的确是被马克龙邀约一道访华的。多家外媒予以高度关注，称马克龙此行是一次集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交流为一体的访问行程，不仅给法国带来积极影响，也给欧洲国家传递出积极信号。最令我感到意外的是，被不少人称之为美国忠实仆人的冯德莱恩，在访华前却就中欧关系发表了原则性讲话。他称，欧盟不希望与中国脱钩，而是通过平衡与中国的关系来脱险。这可是完全违背美国多次施压欧盟与中国脱钩的要求啊！关于脱钩这一问题，马克龙也用实际行动给了拜登一个明确的回答。他带来的随访成员中，包括空中客车和阿尔斯通高管在内的60余名法国知名企业家。这是想告诉美国，法国无法与中国脱钩，法国需要中国市场。此外，法国还给了拜登一个很不爽的行动回答。日前，中国和法国能源公司敲定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笔以人民币结算的液化天然气交易，这不是要开启去美元化的外贸结算吗？由此可见，所谓同盟必须是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当利益发生严重冲突的时候，法国也好，欧盟也好，都不可能成为美国的跟班。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